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小家庭种菜。今天我们分享一下如何把9层塔种爆盆，并且越采越多的3个小技巧。9层塔又叫罗勒，相信很多朋友对它都非常熟悉了。它是一种食药皆可的香草蔬菜，用它来煎蛋，或者用作其他美食的配料，都非常不错。就像我这盆一样，很多朋友也都会在家种植一盆。9层塔是一种喜温的植物，春天种下，到了夏秋时节，它的生长速度就会非常猛。现在的话，大部分地方也都还可以播种的。我这盆9层塔是今年3月下旬的时候播种的，当时用的种子包装是这样的，零零散散撒播了很多粒，但是最终它长起来的叶子却是这样子的。看来碰到了一个无良商家，不过好在我种出来的这盆不是杂草，它只是另外一个品种的9层塔。种子包装袋上这种9层塔又叫大叶罗勒，而我这个的品种叫甜罗勒。在第50天的时候，这盆9层塔已经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了，很多叶子都可以开始采收了。这些一共3颗植株，现在的这个样子并不是我建苗造成的，而是它们一共只发芽了3颗。进入5月之后，我们这的温度有了明显的提升，20至30摄氏度之间的温度是9层塔生长的最佳区间。很多枝条上的9层塔已经开始有了花穗了。此时如果我们不采取一些措施，9层塔就会开花，开完花之后，9层塔就会跟很多植物一样，以为自己的生命走到了尽头，然后就慢慢开始变枯萎。因此我们要开始对它进行第一次管理步骤，打顶摘心。如何为9层塔进行打顶摘心呢？我们注意看这张图片，这个是9层塔的花穗，它的下面在这条主茎的旁边延伸出了2个侧芽，底下这里也有2个侧芽。我们把上面的这个花穗剪掉，不要破坏掉这些侧芽即可。至于侧芽旁边的这2片主茎的叶子，剪不剪都没关系。花穗剪完之后，底下的这些侧芽就会像主茎一样向上生长，继而长出更多的叶子出来。我们把这些枝条上的花穗一个个给它剪掉，不管是花穗大的还是花穗小的，或者已经开花的，全部要剪掉。第90天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植株比之前长高了很多，叶子比之前繁茂了很多。这主要是归功于我们之前的摘心工作。我们近距离看一下之前的摘心打顶对植株的影响。底部这个已经开始木质化，它的旁边的2条侧芽长高了。后来我对2条侧芽再次进行打顶，这条侧芽它又分出了2条新的侧芽，而最顶部这里是我今天进行的一次修剪的。所以从第一次打顶开始到现在，当初的那条主茎1变2， 2变4， 4变8，而它所产出的可食用的叶子更是要再乘以几倍，因此它的植株体积就自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了。不过要让9层塔保持有源源不断的新鲜嫩叶，不仅仅需要打顶工作哦，我们的第2个小技巧也很重要哦，那就是减少9层塔的太阳直射时间。之前有一段时间
我这盆9层塔每天都要落很多新鲜的叶子。起初我以为是因为9层塔缺水而造成的，但是在整个生长周期中，我并没有少为它浇水。相反，9层塔是一种喜温湿的植物，因此我对它的浇水工作一直都做得很好。后来我尝试把它们从每天日照8个小时以上的位置搬到每天日照仅有4到5个小时左右的位置。搬之前和搬之后，我对它们的浇水量没有发生任何的差别，但渐渐的它就再也没有发生过落叶的情况了。所以如果家里的9层塔有出现落叶很严重的情况，不妨试试像我这样适当减少它的日照时间哦。当然了，这里也要提醒一下，9层塔是喜光的植物，千万不要搬到完全没有光照的地方哦。像我这样下午能晒到3到4个小时阳光的地方最好了。接下来我们再聊聊第3个小技巧，施肥。事实上9层塔是一种相对比较耐贫瘠的植物。我的这个种植盆除了在播种前有施入少量的底肥外，前3个月一直都没有为它追肥过。不过在第90天修剪完后，我感觉整个植株的叶子已经稍稍没有之前那么绿了。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毕竟我这盆9层塔是种植在一个小盆子上的，容器的体积本身就限制了养分的量，而且随着这3颗植株在不断生长，养分也会逐渐丧失。因此到了这个时间，必须要为它们补充一些肥料了。我这里用的是腐熟的羊粪肥，稍稍挖开一些小沟，把肥料放进去，再把土填回上去，最后为它们浇一些水，就全部完成了。和其他气味较重的蔬菜一样，9层塔也是我种植过相对比较不容易招虫的一种蔬菜，因此只要掌握以上3个小技巧，便可源源不断地收获新鲜的9层塔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各位菜友们，大家又是怎么种植9层塔的呢？在种植的过程中又有哪些经验和问题呢？欢迎一起交流分享。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订阅我的频道，里面还有110多条各类蔬菜种植的视频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